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王一博为何成为最难拍艺人？代拍圈规则都被改写。王一博在代拍圈的传说早已不只是调侃，而是逐渐演变成一种被行业默认的共识。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，内娱如果有反代拍教科书，那第一页一定写着他的名字。也正因为这种近乎极致的难拍，他被冠上了最难拍艺人天花板的称号，甚至衍生出一整套围绕他运转的特殊规则与默契。这些看似荒诞又带着几分幽默的现象，其实背后恰恰折射出当下娱乐生态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。在如今这个代拍横行、镜头无处不在的环境里，明星的公开与私密边界被不断压缩。大多数艺人面对上下班、出入活动现场的场景，几乎默认成为素材生产者，代拍可以轻松获取清晰正脸，甚至形成稳定的交易链条。然而，当这一切遇上王一博，却像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。他的出现让原本顺畅运作的代拍逻辑突然失灵。对代拍而言，拍摄王一博从来不是一项普通任务，而更像一场难度极高的闯关挑战。其他艺人是随手一拍就是素材，而他则是拍到影子都算胜利。这种反差并非偶然，而是源于他一套极为成熟且高效的反偷拍策略。从最基础的物理遮挡开始，帽子与口罩几乎成为标配，遮挡角度与方式都极其讲究，最大程度减少面部暴露的可能。再加上行动节奏的控制，从下车到进入场地往往压缩在极短的时间内，通常不超过5到10秒，留给镜头的窗口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更关键的是他的行进方式，与很多艺人相对放缓脚步，留出拍摄空间不同，他的步伐始终保持一种近乎冲刺的状态，路线明确，节奏紧凑，很少出现停顿或犹豫。偶尔还会出现临时变向、切换通道的情况，让蹲守已久的代拍瞬间失去目标。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拍摄难度，也让所谓的经验在他面前失去作用。巴黎时装周的一次经历，更是将这种难拍推向极致。外场的代拍长时间蹲守，甚至到了腿脚发麻的程度，却依旧没能获得一张可用的正脸照片。这样的结果在业内迅速传播，最终凝结成一句略带夸张却又真实的评价：拍到王一博正脸，够你吹一整年。这句话既是调侃，也是一种对难度的真实写照。但真正让这一现象变得魔幻的，并不仅仅是艺人本身的行为，还有粉丝群体的反应与态度。在传统逻辑中，清晰、精致的物料才具备传播价值，而模糊、残缺的画面往往会被淘汰。然而在王一博的案例中，这一标准被彻底打破。无论是糊到近乎马赛克的局部，还是晃动中捕捉到的背影，甚至只是一个衣角的画面，都能被粉丝欣然接受。这种极高的包容度，直接改变了代拍的工作预期。原本需要追求清晰正脸、构图完整的标准，在这里被简化为能对上焦就算胜利。这不仅降低了成片门槛，也在无形中削弱了代拍的压力。久而久之，一套新的达标规则在圈内悄然形成，并被广泛接受。更进一步的变化，则体现在行业规则层面。按照常规，代拍如果未能提供有效的正脸素材，是需要进行全额退款的，这是行业内默认的基本约定。然而在王一博的语境中，这条规则被彻底打破。哪怕最终成果只是一个背影、半个侧影，甚至仅仅是一角衣物，也被视为完成任务，无需退款。这种待遇在整个内娱几乎独一无二，却又在代拍群体中形成了高度一致的默契执行。这种看似不合理的规则调整，其实是多方博弈后的结果。一方面，艺人的高难度拍摄客观存在；另一方面，
粉丝的接受度又为低质量物料提供了市场空间。当供需关系发生变化，规则自然随之调整。代拍不再执着于完美成果，而是转向尽力而为，整个生态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圈内甚至诞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梗大赦天下。这个词专门用来形容王一博少有的正常路线行走时刻，也就是他没有刻意躲避镜头，走在公开通道上的情况。一旦这种场景出现，对代拍来说几乎如同节日降临，快门声此起彼伏，情绪高涨到近乎失控。这种强烈反差让整个事件本身带上了一层喜剧色彩，也成为粉丝与路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然而，如果仅仅把这一切当作笑谈，显然过于浅表。更深层的原因，其实在于王一博对个人边界的坚持。他并非刻意制造难度，也不是出于对抗心理，而是始终在贯彻一个简单却清晰的原则，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上，而非生活曝光。他曾多次表达类似的态度，即希望离作品近一点，离生活远一点。这句话在现实中的体现，就是那些快速的步伐、严密的遮挡，以及对非必要曝光的主动规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粉丝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高度配合，也成为这一模式能够持续的重要因素。他们并未因为物料减少而产生不满，反而逐渐形成不追丝、不路透的共识。这种自觉的边界维护，让艺人与粉丝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健康的关系，关注作品本身，而非过度介入私人生活。某种意义上，这种克制反而增强了情感的稳定性，使得关注不再依赖短期刺激，而是转向长期价值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这种难拍与高人气并存的现象，也打破了传统认知。过去，人们往往认为曝光度与热度成正比，但王一博的案例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。在保持边界的同时，它的商业价值与影响力依然持续增长。多个高端品牌合作、重要活动表现以及跨领域的尝试，都在不断强化其公众形象。例如，在时尚领域，它同时拥有多个奢侈品牌合作资源，这种配置本身就具有标志性意义。而在赛车领域，相关赛事门票的迅速售罄，也体现出强大的号召力。由此带动的经济效应，更是让顶流这一标签具备了实质性的支撑。这些成绩说明，真正决定影响力的，并非曝光频率，而是内容质量与个人定位的清晰度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些颇具趣味性的解读在粉丝群体中流传。有人认为，王一博本身具备较高的摄影能力，对镜头语言有着深刻理解，因此才会更加清楚如何规避镜头。这种说法虽然带有玩笑成分，却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影像呈现的敏感度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种懂镜头而躲镜头的状态，反而形成了一种降维打击，让传统代拍手段难以奏效。综合来看，王一博在代拍圈引发的一系列变化，并非单一因素所致，而是艺人选择、粉丝态度与行业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他的难拍既是个人策略的体现，也是对当前娱乐环境的一种回应。而围绕这一现象产生的各种规则、梗与讨论，则进一步放大了其影响力，使之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。当人们在调侃这些故事时，或许也在无形中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：在信息高度透明的时代，个体是否仍然可以保留属于自己的空间？王一博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他的实践也证明，这种边界并不会削弱影响力，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吸引力来源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